贝吉和路飞的联合军暗杀大妈的行动宣告失败，立刻陷入危机之中。贝吉等人按照之前计划好的逃跑方式撤离，结果意外频发。凯撒拿过来的镜子，由于大妈造成的巨大风压，出乎意料的压碎成了渣渣，将大家最后一丝希望击垮。随后，路飞和贝吉一伙立刻遭到了大妈海豚的围攻，危机重重。走投无路之下，贝吉启动了煎成果实的完全体大头目形态，一个全副武装的战斗堡垒拔地而起，威震四方。贝吉不愧是黑帮大佬，果真讲义气。危急时刻，他不忘盟友，打开城堡大门，将路飞等联合军成员接纳到城堡里。维特和戈蒂率领大批的黑帮分子冲到城门外，举起冲锋枪，对着大妈海豚的干部们就是一顿扫射，掩护路飞等人撤离。更猛的是，贝吉的城堡还配有加农套战斗系统，几门大炮对着蒙多尔一行人就是一顿狂轰乱炸，以凶猛的火力暂时压制住了大妈海豚的进攻。但贝吉心里清楚，他们现在已经是缩头乌龟了。虽然兵力上暂时占有优势，但这种优势不会持续太久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大妈海团就要反过来猛锤他们。另一边，大妈的哭声和怪叫声还在继续。那个放高利的胖子菲尔德被大妈的吼声震得死去活来。幸运的是，他捡到了卡塔库里丢过来的糯米，仿佛抓住救命稻草，拿过来塞进耳朵里，这才勉强挨了过去。菲尔德正庆幸，忽然余光瞥见了一个躲在角落里的宝箱玉手箱。菲尔德动了贪念，谁会对宝物不感兴趣的？菲尔德将玉手箱搬到了一个僻静处，准备将其拆开后把里面的宝物调包。没想到这时候大妈一声怒吼，声波震过来后，菲尔德重心不稳，玉手箱直接从蛋糕城堡的屋顶掉落下去。凯撒背着布雷向城堡这边逃过来，不幸遭到了卡塔库利等一众高级干部的伏击。卡塔库利用年糕糯米粘住凯撒的背包，凯撒拼了命的跑，挣断了背包，丢下布雷，成功钻进了贝基的城堡里，吓得魂不守舍，催促贝基赶紧关上城门。路飞跳出来大吼：“不行，娜美他们还没到！”娜美和加洛特、乔巴终于赶来了，三人玩命的跑向这边。然而在混乱的战场上，三个可怜、弱小、无助的身影分外醒目，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。各路干部赶过来阻拦，贝基的手下们立刻举枪掩护。卡塔古利站出来，掏出一把糖豆，猛地一甩手，糖豆就像子弹一般飞出去，将贝基手下的黑手党们干翻在地。将星斯姆吉迈着大长腿走过来，一把抓起娜美。路飞急了，奔出城堡，结果被另一伙干部缠住，无法脱身。乔巴跳起来，对着斯姆吉一顿回旋踢，欧文的大手抓过来，抓住乔巴的脑袋，极热的高温烫得乔巴哇哇大叫。加洛特还没等出手，被大服用灯油魔人给困住，三人成了人质。山治这边虽然利用见闻色霸气察觉到了娜美三人的危机，但是他此时也被人团团包围，自身难保。文斯莫克的几个人被大马海团的杀手们拿枪顶了头，山治示意加治随自己一起逃出去。虽然加治从心底里不接受山治，但此时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，再不逃出去，恐怕真的要全场击毙了。加治只好暂时放下个人的恩怨，决定和山治一起杀出重围。毕竟生命比个人喜好重要的多。加治一声令下，杰尔玛战士变身。伊治等人纷纷打开辨识胶囊，一顿稀里哗啦、噼里啪啦的华丽特效之后，杰尔玛的中二科技战斗团登场了。一般的战士刚变完身，一定是要耍帅的。大马海团这几个憨批等了半天不开枪，等到杰尔玛的几个大佬变身完毕，才恍然大悟，赶紧开枪射击。电击兰尼治一个电光一闪跑出来，徒手接住了子弹。一个身形巨大的壮汉举起石块丢过来，以力量为特长的绞盘绿永志稳稳地接住石块，一招将其击碎。杀手们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子弹不好使，非要射箭。剧毒粉雷九用自己的战斗服画出一道毒墙，将箭雨挡了下来。另一株打手跑出去攻击加治，加治用手中的战枪化成旋风，轻松破题。大马海豚的战斗员转用火攻，火花红一致表示你这是在玩火呀。火焰对杰尔玛的战斗服完全无效，一致跳起来一记重拳，将成倍的伤害打了回去。这就是杰尔玛66，又帅又中二的战斗组织，蝉联世界经济报上漫画人气榜榜单第1名的大反派原型，以科学而著称、臭名远昭的战斗军团。杰尔玛的脑残粉丝维特激动的都要哭了，自己的爱豆无论怎么中二，他都是帅的。佩罗表示不过如此，我来会会他们。他刚准备出手，一招火焰漂移闪过来，一拳头砸在佩罗的脸上，拜倒在杰尔玛的科学面前吧。中二的台词让读者们不禁打了个冷战。蓝色皮卡丘尼治以闪电的速度冲出来，干掉一众杂兵后闪到欧文面前，接着一脚踢中欧文的手臂，欧文吃力松开手，乔巴成功脱困。力量型战斗狂永志抓起一个大块头，化身人形甩杆桶，将大块头猛甩几下后砸到了大副灯油魔人的头上，救出加洛特。接着永志又一招碎尸掌，一掌掏在灯油人的下巴上，将其出局。剧毒粉雷就跳出来应对斯木吉，他的出招带有剧毒，打在斯木吉的身上后，粉色的毒液迅速蔓延，斯木吉只好暂时放开娜美。娜美一行人欢欢乐乐地跑进贝基的城堡之中，随即杰尔玛的几个人也躲了起来。贝基关闭城门，但他还不满足，现在大妈的怪叫还没有停止。
说明这个悍妇还在虚弱状态中，想要干掉他只有这个机会。贝基调动城堡的加农炮，瞄准大妈的脑袋，3枚炮弹一起发射，结果佩罗斯佩罗出手，用糖果墙壁将贝基的炮弹拦了下来。贝基依然不死心，启动了城堡的移动系统，2条战车履带轮从城堡底部出现，轰隆隆的向前开进。贝基绕到大妈的身后，继续用加农炮攻击大妈。不过他的行动早已被卡塔库利所预见，卡塔库利用糯米团子堵住了加农炮的炮管，贝基的加农炮炸膛了。贝基再次启动履带轮，准备压死大妈，顺道溜走。结果整座城堡被佩罗斯佩罗的糖果死死粘住。这一下，贝基的城堡以及联合军彻底被困住了，完全动弹不得。看来只能等死了。虽然大头目易守难攻，但是围在外面的可是4皇的海贼团，战斗力爆表。这一场围城战恐怕不那么容易顶住，脱困的希望近乎为零。贝基的身体回到城堡内部，路飞和乔巴等人围上来，纷纷表示：“你好厉害，好羡慕你。”贝基气得大骂：“现在是高兴的时候吗？白痴们，现在可是凶多吉少。策划了1年的暗杀行动就这么失败了。虽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但现在大家都要为这个妈付出生命的代价了。”慎平忙问：“那我们该怎么办？”贝基平静下来，向众人说明了一下情况。虽然现在大家都躲在贝基的这个城堡里，看上去悠哉悠哉，好像很安全，但是这个城堡并非绝对防御。换句话来说，这个城堡就是贝基的本身，贝基就是这个城堡。如果城堡遭到破坏，贝基就会受伤；如果城堡被人击毁，贝基就会死翘翘，那么城堡也就随之消失，众人就会暴露在大马海豚的枪口下，出去是死，留下来也是死。城堡外，就在贝基和大家科普剑圣果实的能力特点时，大妈忽然从悲伤的痛苦中缓过神来，她擦了擦眼睛，恢复了理智。卡塔库利趁机向大妈报告：“贝基那个小子背叛我们了。”背叛！大妈一听这2个字，杀气腾然升起，擦干眼泪，嗷的一声，整个大地随之破裂。大妈就像要变成超级赛亚人一样，带着满身的杀气走向贝基的城堡，接着猛地击出一拳，城堡里的贝基哀嚎一声，倒地挣扎。路飞等人懵了，明明刚刚还好好说话呢，怎么突然就不行了？贝基忍着巨大的疼痛指向外面，路飞等人看向窗口，突然一只又肥又重的大手扒在窗边，大妈就像是进击的巨人中的巨人一样，转动硕大的眼睛向城堡内偷窥，十分惊悚。你们给我出来！大妈一边喊叫贝基和路飞的名字，一边用她的小拳拳狠捶城堡墙壁，一拳接着一拳，贝基疼得死去活来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所有人都在担心贝基，但是又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能在一边机器的加油。贝基的妻子气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将怀里的孩子交给维特，然后跑到城堡的窗口，大声呼唤大妈，祈求大妈放过他们一命。妈妈求你了，贝基是我的丈夫，放过他吧。没想到气风不求情还好，一求情简直就是火上浇油。大妈想起了和气风长得一模一样的罗拉，更加火冒三丈，跳起来对着气风所在的窗口就是一记重拳。别让我再看见这张脸！好在路飞一把将气风拉回城堡内，气风才没有受伤。贝基的惨叫声更响亮了。气风在大妈的眼里已经不是她的女儿，说到底，她也是贝基暗杀计划的共犯。大妈已经将她当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对着贝基的城堡一顿拳击输出。只要贝基一死，城堡就会解除，所有人都会暴露出来。大马海豚的干部们已经准备好杀戮了。贝基疼得满地打滚，死去活来，大炮对大妈基本没用，城堡的防御也扛不住这个老怪物。路飞火了，还是出去直接干一仗得了。路飞这样想着，向外面跑去。乔巴立刻将路飞紧紧抓住，现在冲出去无异于千里送人头，除了让对方拿个一血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娜美和布鲁克跑过来劝路飞冷静。现在大家的目的都达到了，山治找回来了，历史中的拓印也拿到手了，山治的家人也救出来了，根本没有必要全面开战。如果想要开战的话，就把草木村所有人都搬过来了。道理虽然没有毛病，但是路飞一看到贝基疼得满地打滚，就感觉十分内疚。现在贝基一个人替所有人承受着伤害，以路飞的性格，绝对是坐不住的。贝基喘着粗气爬起身，缓缓点燃一支雪茄。草帽团所有人的目的都达到了，这可真让人不甘心。他自己可没有义务帮助草帽团这些人，如果搁自己平时的脾气，早就把他们丢在原地不管不顾了，或者直接和他们同归于尽算了。反正早晚也是敌人。不过贝基说出了最圈粉的一句话：老子还有可爱的部下和心爱的妻儿在这里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也一起死。贝基的手下以及妻子气风瞬间泪崩，大妈的一记重拳再次打过来，贝基猛地向后退了一步，嘴里的雪茄差一点喷出去。他急中生智，想出了一个主意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让所有人活下来。贝基的坚贞果实有一个特点，在他身体里的人完全不受外界影响，无论贝基的身体倾斜也好，颠簸也好，受到攻击也好，只有贝基一个人在承受痛苦，其他人不会有什么感觉。所以大妈在城堡外面疯狂出拳，城堡内的咖啡、屋顶的吊灯丝毫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。现在贝基打算变化人形状态，然后由凯撒抱着贝基从空中逃走，只要逃到小岛边缘，大家就可以乘船逃命了。
凯撒狙击手表示反对。这个计划倒是没毛病，唯一的毛病是凯撒会飞。大马海团里也有人会飞，且不说会飞的人，那些站在地面上的人也有办法攻击空中目标。而且大马海团一大半的人都有武装色霸气，如果凯撒抱着贝基从空中撤退，估计还没有飞出100米就被人用枪打成筛子了。不过对于送凯撒这个人渣出去当炮灰，纳美等人完全没有意见。大家纷纷怂恿凯撒不要慌，不要怕，勇敢地迈出人生第一步。虽然你可能会被打死，但是大家有机会活下来，这就足够了。凯撒气得回头与大家大声争吵起来。这时一直在一边默不作声的加治突然说话了：“回答我，山治，为什么要救我们？救我们这些对你来说不过是陷入陷阱可恨的敌人。”山治愣了一下，随即回答道：“因为我的父亲会伤心的。如果我成为活在仇恨中、见死不救的心胸狭隘的人，他一定会非常吃惊。我不要有一天没脸去见他。”13年前从吉尔玛逃出来的温斯莫克山治已经死在了海里，这也是你所期望的加治。而是一幕幕痛苦的回忆再次浮现在山治的脑海中。山治一把扯过加治，将加治扯倒在地，大吼道：“承认吧，你根本不是我的父亲，温斯莫克加治，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了。”此言一出，现场所有人都沉默了。一个长长的推进之后，加治拨开山治的手，站起身：“我和你约好，不会再接近你，不会再接近东海。”这次轮到山治沉默了。这时大妈的攻击再次袭来，贝基疼得惨叫不止。加治沉喝一声，把门打开，在匪帮贝基和凯撒逃走之前，用我们吉尔玛66做掩护。路飞嚷嚷着要跟出去，山治将他拦下来，让他们去吧，路飞，因为他们是绝对不会欠废物人情的。加治潇洒地转过身，带着一致等人面无表情地向外面走去。大妈在外面大吼大叫，凯撒也很不服：“你们计划的挺好，从头到尾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？”贝基拿出凯撒的心脏，狠狠地一捏：“闭嘴，干活！”尼治和永志很兴奋，一直冷静地告诉他们：“别搞错了，这次的任务是保证凯撒和贝基成功撤离的防御战，防守比攻击还要困难。”几个人站在城堡门前，加治沉喝一声：“我们准备好了，贝基。”贝基站起身，解除城堡状态，同时城门打开。加治一声令下，吉尔玛66的几个人一起冲出城堡，凯撒随即跟了上去。等在外面的是魔鬼一样的大妈以及虎视眈眈的大马海团干部们。吉尔玛作战开始，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